不能这么消极嘛。其实有那么一刻，我也看不上蛤蟆羊那怪物，可是有那么一刻，我真的被他。哪一刻呀？就你落水的那一刻呀。啊，那一刻咋了？对，你当时好像晕了，可我看得清清楚楚啊。他竟然一下就跳到水里去了。瑶瑶啊！结果把你砸到了水底，害得我和方梦初潜了半天水，先把你捞上来，又得去捞他。我这蠢货！蠢倒没关系，重点是他竟然跳到水里面去捞你。我咋了？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可是他不会水啊！哎，你咋就不懂呢？一个不会水的人拼命往水里跳，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吗？当然了，鄙人呢，生来就水性极佳，没有这方面的体验。可是我怕火呀，所以在那之后吧，我就想，如果文彤掉进了火坑，我敢不敢下去救他？你敢吗？我真的不敢。可是你知道我多爱文彤吗？我口口声声说愿意为他付出一切，可是我竟然不敢跳进火坑去救他，所以我就特别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想到他在火坑里面挣扎的样子，我就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他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。我觉得吧，那火坑毕竟是你想象出来的嘛，那和现实还是不一样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他真掉进火坑了，我觉得第一反应你肯定会跳下去救他的。是吗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当然了，也有可能你跳下去之后你又后悔。还有呢？这绿野湖啊，以前就是个烂水坑，后来对面山上要开采石场，这就成了基地，放了几个集装箱，供那些工人们休息。等开采完成之后呢，这就成了孩子的乐园。小的时候啊，我跟村里的小伙伴呢，就经常跑到这儿来玩。再后来，就被方梦初和钱小强给霸占了，到现在，又成了你们的避难所。同时，还有投资商看中了这个地方。书记啊，这个地方以后一定会是网红打卡地。网红打卡地。你们这干嘛呢？我给你淘个轮椅，你看，这买新的挺贵的。我想着也许能用得着。那叫一个撕心裂肺，动静可大了，看着他可难受了。是吗？啊，别的不说啊，就蛤蟆羊对你这个劲儿，那可是足足的。还是不觉得有什么，毕竟是他惹出来的祸嘛，也有可能他是因为害怕呢，怕万一把我真怎么着了，淹死了，他不偿命也得赔钱呀，他。不能这么消极，多伤感情。这个我干嘛呢？这干嘛呢？这是你们？吃爆米花啊，来点儿。我坐轮椅啦。还是个二手的。
开饭喽！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不错呀。好嘞。哎，你别都端走啊！是病号优先，病号补身体啊，补身体，病号优先，病号啊。瑶瑶。来，吃饭了。来，吃啥补啥啊。大骨头汤，多吃点。真想把你猪脑子挖出来吃。哎呀，我这猪脑子您就甭惦记了，回头我给您买几斤核桃啊。再来点，来块肉吧。哎，你说你不会水，你往湖里瞎跳什么呀？看你说了哦，眼瞅你掉水里了，我还能不救你啊？再说了，你要真淹死了，谁赔得起啊？奶奶的，果然这么回事儿。如果用你的命换我的命，你干吗？那谁干？傻吗？那不是？那不能干。也是，换我也不干。但我知道你确实跳了下去。瑶瑶，不管怎么说吧，咱俩都是一起办过事儿，一起赔过钱，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，咱俩就甭那么矫情啊。别闷着头吃饭了，说说你的想法吧。我现在脑子乱得很，没什么想法。那缺酒啊！一喝酒，啥事都想明白了。我就拿点吧。哎，别拿了，喝了脑子更乱，不喝了。那你自己就好好想想，如果想不明白呢，就跟你爸讨教讨教，他是个宝贝。尝尝你呢？这想法，我没啥想法啊。那方梦初上任之后，我给当副手，我们哥几个就听领导指示，干不就完了吗？上任？上什么任？你不知道？往后，这村长、副村长，你就是茶园老板的。我给你纠正一下啊，这是村主任候选人，不是什么村长。你这理论知识还是得加强。我之前都打听一圈了，就好多人都不愿意干。我想说，我们要是干的话，就直接给接了，搞半天这还不一定呢。小泉，你干啥去？找我爹请教请教去。我知道我爱胡闹，有时候甚至还很过分。可是你说那有什么办法呀？还不是因为我这心里头总是不踏实，我渴望拥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，为此我也努力工作过。可是结果怎么样？你也看到了，没办法呀。我又去尝试争取爱情，可最后也是一塌糊涂。一直以来吧，我都是一个无根漂泊、居无定所的人。真的怕了，我真的怕，我什么都不想要了，我就只想，我哪怕有个最起码的依靠吧。瑶瑶，你别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依靠，我靠不住。先别胡思乱想了，你现在首要任务呢，就是把病养好，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。别的我不敢说啊，至少现在我能保证的是，给你一个舒心踏实的生活环境。我说的是这集装箱啊。
火急火燎的，不能稳当一点。我要参加竞选。为父表示不甚理解。因为方梦初要参加竞选，所以我要跟他方梦初参加竞选，而且我还要痛打落水狗，绝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。说得好！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教育你。现在也不迟，我们的口号是：不争馒头争口气，为你老子一雪前耻。错，我爱文统。也行，今儿老子就给你盘盘道。妈，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，你们这搞什么呢？你爸的矿不是停了吗？就没那么大灰了。我跟你爸，你看弄了好多那个花花草草回来，多新鲜呀！爸还有这心思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你爸我只能开矿，不能种花花草草，是不是？别怕了，我也是农民啊。儿子，你这拿什么好吃的啊？哦，这个床上做的猪蹄儿，让我专门拿回来跟爸喝酒的。哦，哎呦，真香哎！这么大一盘儿。爸啊，还能喝吗？你不拿酒，我怎么喝呀？儿子，快给你爸拿酒去啊！我先拿盆儿。这次选举，村里头实行的是自荐直选，显然是他文老二担心报名的人数不够。以现在村里年轻后生而言，为父掐指一算，掐指再算，眼下最有可能给你造成麻烦的，就是这个方梦初。你这不废话吗？你赶紧跟我说说该怎么对付他。首先啊，你得要学会说自己的好话，就是夸自己。哦。其次，你得学会打压对手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在选民上下功夫。选民？不是爹，你就跟我说具体该怎么搞。哎，爹也在思考啊。你就必须得交出一份措辞有力的演讲稿。字儿我倒是会写，可是我就只会写字儿啊。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傻儿子，爹总是为你操碎了心。也罢也罢，赶快去把本拿来，爹今儿要口传心授。好嘞。哎爸，你说我当时真的是一时冲动啊，差点把断头崖都给炸了。现在想一想，还真的挺后怕的。年轻人嘛，都会干件荒唐的事情。当年你爸年轻的时候，也干了些荒唐的事儿。是啊，当年你爸带了一帮人跑到邻村去打架，这要放在现在，非把你们抓起来不可。好了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都听了多少遍了？哎呀，我这是提醒你啊！我跟你说，儿子，这种事儿千万别再干了啊！哎，对了，再有一个，你说那个村主任，你就别当了，有什么意思呀？那不行，那可是我深思熟虑做的决定啊！我相信山区的未来跟我的想法是契合的，只不过是我当时在逃避罢了。现在呢，我需要把我的想法给落实了，但是光有想法、有资金、有人脉还不够，我得把这三样结合起来，那就需要权力。所以啊，这个村主任你必须得当，要不然被那外行领导，你爸非得非气炸不可。哎呦，
谁说把你气炸了？我就不是说那些外行领导内行这件事情嘛。你看你这病一好，这脾气又上来了。哎，这可叫精气神儿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当时还挺有信心的，但是不是因为我太着急了呀？我总觉得心里没底儿。爸，你说我万一落选了怎么办啊？不可能！你这话不要说这么满，这儿子万一没选上，你说他怎么收场啊？这绝对不可能啊，因为他是我方胜利的儿子呀。嗨，儿子，我跟你说，能当就当，当不了咱干别的去。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还是我来说吧。儿子，你给爸爸交个底儿，给我说说你的想法。哎，你不要给我说什么规划呀，还有什么方案之类的啊，你给我说最主要的，捡核心的说。不是，爸，你这一问，都给问懵了。儿子，看来你真的没准备好啊。那你给我记住一点，一定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，千万不要被外来的资金所绑架。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，而且你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。爸，我真该敬你一杯。你别敬我呀，要敬你妈。要不是你妈在医院里给我扑婆心的说那么多呀，我还真不相信你的梦想能实现呢。行，那就敬妈一杯。来，你爸难得夸我，是吧？我没夸你，平常你在我眼里是最好的。来，喝一个。因为这个演讲稿啊，不同于平日白话，一定要让它显得有内涵、有学问。那么怎么个有内涵、有学问呢？文言文啊，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呀？我白话文还没讲明白，我怎么用文言文说呀？不有为赋呢吗？如今的文坛已经进化到回车键都能写诗了。像你这种平日不学无术的废柴一个，再不抽冷子、拔乎其类、出乎其萃的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显摆呀？既然咱们比不上人家，还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给他们玩个返璞归真，此乃兵法矣。行，爹，你会文言文，我听你的。还有，你这一声低一声高的，我到底啥时候才能写正文啊？切记切记，上台之后发言，一定不要紧张，语速要慢。慢，正所谓贵人语迟。哎呀，我生气的是啊，现在的人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尤其是那些已经赚到钱的既得利益者。参选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报名的人数，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少。就连村委会这么几个人，才勉勉强强够。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我们这次选举的重点是新老交替嘛，不仅仅是要新人新面孔，更是要新的思想认识。那些骨干们心里非常清楚，所以有没有报名这不重要，人不在多，可用就行，是不是？这民众的参选积极性不高，它会影响到整体的氛围，甚至影响到新班底的威望。这个问题我想也没关系，毕竟我们的原则是老班子带新人，这既符合实际需求，也避免了现行中的一些麻烦。这什么事情到你那儿，怎么说起来都这么轻巧啊？我是问说啊，受山区整体情势所限啊，又在这样的一个新时期，群众的任何反应，包括有一些困惑啊、消极的情绪，我觉得那都是正常的。那我们村两委的建设就更要和振兴乡村的计划牢牢地结合在一起，并且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成效，这样才能全面地提高民众参与振兴的积极性。你说对不对？哎，行了，行，挂了吧啊，就这样吧。
喂，邱总，你可算是接电话了。彭书记，你是找我投资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想告知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个方梦初啊，突然要竞选村主任，还要打造湖边湿地，说什么要以一山一湖一体双厢房为基础，打造梦想工厂。这显然跟您的投资计划是冲突的嘛，我当然就否了。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梦想工厂的概念是他提出来的，所以必须由他来完成。你说他是不是胡扯？啊，当然，他年纪小，我也不能怪他。至少他的想法也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，我也不能不支持他。这个方案明明是我们先提出来的，我警告你们不要乱来好吗？但是你要明白，万一他成为了村主任，那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本来那块地就是他们村的，那就不要让他当。不是邱总，你又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你当我们这是私企啊？想用谁就用谁，想开谁就开谁啊！村里面除了他，没人去竞选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别的村选村主任，大家都挤破脑袋想去当，凭什么就你们村没有人愿意当呢？邱总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，地域之间难免会有差异。反正我们这边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而且，我要是想做出点成绩来，我还得靠方梦初他们这样的人才，我得哄着他、宠着他、追着他、赶着他往前冲。尤其是不能抹杀了他们的积极性。你说我难受不难受？行啊，他是有积极性了，你就不把我当回事了是吧？啊，不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这边能够尽早的确认下来。这样，我就可以调整绿野新村的振兴发展方向，让方梦初呢围绕着您的投资计划来开展。如果由着他的性子发展下去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行啊，那就让他玩去吧。反正我已经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了。什么意思？喂，邱总，还在吗？再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考虑考虑。好，那我等你信儿。3分钟。喂，邱总，想的怎么样了1期工程、2期工程我出资自建，随时启动，1年内完工，2年内运营。3期工程我投不起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可以同步进行引资计划，整体工程3年内完工。这就是你3分钟之内做的决定吗？对，反正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，所以就不在乎做什么了。不在乎？那你要是明天变卦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不会。具体事宜我下午去找你面谈，当面签署合作协议。不在乎。王二伯，
你来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说呀，你把自己搞得跟个大姑娘一样。您今天心情不错啊。我心情好也不好，我看见你啊，我就想笑。我有这么可笑吗？哎，有啥事儿你就说吧。我想当村主任。啊？我想当村主任。那有水，你要喝自己倒吧啊！我真想踢你两脚。我认真的，王二伯。就是因为认真的，我才想踢你两脚的。为什么呀？你干不了。去回家去吧，别在那儿闹了啊！王二伯，您不能这么看待我呀。那我还要怎么看待你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是想让方梦初当村主任。胡说八道！听谁给你讲的？那傻子都看得出来。不是，王二伯，你说说，他方梦初到底哪儿比我强？你瞅瞅他干那些事儿，他拍的那个电影，票房还没我玩直播赚的多呢。他接手那矿山，还跟人政府对着干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是他根本就不懂文投。你说他能干好村主任吗？你再看我，茶园是我接手的吧？垃圾革命是我和我爹一手干的吧？当然了，主要负责人呢是人家常大哥。总之呢，我们这一群人是围绕着大旺哥在做事儿的。确切的来说，是围绕着镇一级的层面在做事儿的。那镇不比村大，我镇一级的事儿我都做好了，我村子里面的事儿我还有什么做不好的？小泉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要向文图证明，我不比他方梦初差。你说你又何必呢？统统有我这么个当支书的爹已经够的了，你还……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反正我不同意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这是我的申请书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本次选举，全村凡是有资格的人，都能全员参与。我自荐总行了吧？这是你爸给你出的主意吧？不是，主观主义是我自己的。我爹只不过是我的军师和智囊。这个狗头军师。行，小泉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就按规章行程给你办啊！我给你盖个章子。行。反正多几个陪选的，你啊就当是捧场了啊。行，二伯，我就让您看看，我到底是不是捧场的。你给我留下吧，啊，去吧，回家吧。臭小子，还挺有信心的。意向金多少无所谓，我随时可以打给你。我有凝血功能障碍，皮肤总是会青。哦，这份协议暂时不能通过。你的诚意呢，我当然是知道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过于草率了，我得为您负责。我讨厌繁文缛节，很多事情执行起来并没有那么麻烦。这个我赞同，但是大体的方向和整体的思路都得先确定好。那就用最快的方式。最快的方式，那就是我带你去实地走一走。基础建设和绿化自然由你们来，城治可以我来，没有问题。
咱们把账算明白就可以了。基础设施肯定没有问题，把这条老路重新翻修一下。水电网络呢，我帮你从村子里面拉过来。绿化倒是个重点，可以根据到时候的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和施工。那就没什么问题了，赶紧拟协议往下推吧。主要是涉及到一部分的农用地，审批的流程会相当的严格，要跟村民进行征地，进行土地流转，这就需要你出具一份非常完整的规划方案，还有施工的设计图，才有可能通过审批。不然的话，所有的风险将会由你自己承担。麻烦死了。我说邱总啊，你真的是有眼光啊！你看看啊，酒店的主体刚好选在我们绿野新村最完整的一块林地上面，但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们山区产业转型首要的基础就是恢复绿水青山的原貌，如果还要在这上面破坏植被、大搞建筑，这绝对是行不通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搞来搞去，现在地弄不来了是吗？那我们在这讨论那么热烈，讨论什么呢？你的一期工程只是建一座林间小屋，这个我绝对会帮你实现。那我们现在不是谈整体吗？当然是要慎之又慎啊。就是把我引进来，然后再任由你们摆布，最后让你们引到坑里去。当然不是。你看，我这是实实在在的给你找出问题，然后去解决问题。当然了，具体的解决方案还要等到新一届的村委会班子成立之后再一起商量。那个方梦初真的要选村主任吗？那得要看他能不能在这次的选举当中胜出来。我看你很希望他胜出。我是希望你们俩一块儿合作，一起为我们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别说，你说这同样的东西，捯饬就是不一样。我这叫艺术品，你以为是涂着抹粉呢，还捯饬捯饬？反正我喜欢，就不想还给他们了。那咱想个办法，老揪占了他们的喜鹊窝，那叫鸠占鹊巢。说你没文化，你还老不乐意听。差不多一个意思。这，哎，红茹姐，怎么样，瑶瑶？脚好点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就好好养着。韩牧阳，哎，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您说。怎么残废了？那个滑翔伞害的呗。你掉下来了？不是我掉，算了，一时也说不清楚。那卷毛是你男朋友啊？一时也说不清楚。你听说我的事儿了吗？什么事儿？我跟霍启明的事儿。啊，听他们说了几嘴。你怎么看？我自己还稀里糊涂的呢，我能怎么看？行，反正大家都稀里糊涂的，那谁也别笑话谁。莫名其妙。好，这个好，韩牧阳啊，你可是我的福将啊！哎呀，书记，这都小意思。还有书记，您呢，这个还是别叫我福将了。福将一般就是指没什么真本事，只靠运气的人而已，对吧？那是我错了，那是人才。哎，得嘞。嘿嘿哦，哎，你们聊啊，你们聊，来。秋芳，我刚刚就问了韩牧阳几个建筑方面的问题，没想到他给我出了一个绝好的点子，很有可能就解决了我们土地流转方面的问题。什么呀？怎么了？那女的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坐轮椅上的样子是不是很衰啊？她笑话你啊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怎么会呢？轮椅在我心中那就是王椅，那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女王啊。先前我们最担心的是土地审批，但是现在用最简单的办法就解决了。
用这4个点来做支撑，在这个上面造酒店。我们可是占地几千平的酒店，这4根柱子撑得住吗？酒店大没有关系，但可以分开造嘛，因地制宜，这样更具特色。我难受的是，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，每次想起这个就特别难受。没什么的，你就是脸皮太薄了，你脸皮厚一点就没事了啊。我真后悔，你说我当初我怎么没骗你个180万的揣兜里啊？我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没底儿了，是吧？是，我也特后悔。你说当时我拿个180万给你腿上个保险，说不定现在还能赚一笔呢。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这样，哎，把我那个车卖了吧。反正你打造的是度假村，又不是一般的酒店，每间房子我只需要给你批不到2平米的建筑用地就可以了，这叫做点状供地。咱们呢，在选地址的时候，可以依据林地的形式而来设计。建设的基础可以选在没有植被，并且裸露的表面，这样就会让整个林地显得更加立体、更有特色，上面也许会更支持。然后我再找我设计院的同学帮你好好的设计一番，让整个建筑和山水融为一体，更加的和谐。秋风，秋风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加热切一些？我那个，哎，这怎么走了还？约她男朋友呗。啊？哎，你说这拐应该拄几个呀？你上一只脚肯定拄一个拐啊。哦。拄哪边？你傻呀你伤的哪只脚就用哪只胳膊拄啊？哦。这不成顺拐了吗？戴着墨镜流眼泪啊，这样会更酷一些。继续聊工作吧。如果说这一次你真的下定决心了，那我希望你不要走马观花，而是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山区群众当中去。因为日后，他们将成为你最值得信任的伙伴。你不用这样说，我也会一直留在这儿。我会详细的去了解每一个知识点，直到新的村委会成立，我们再去共同协商，拟定合作方式，签署合作意向。吃住还是在你家，别的地方我不习惯。好，那就当是给我省招待费了。哎，这样拐顺了啊！哎，你干嘛呢？试试拐。哦，韩牧阳啊，你以前有带队干过建筑施工吗？啊，干是干过，就是有点干不太动了。你干了多久？经验丰富吗？你是自己公司还是光靠别人公司？你各种证件都齐全吗？啊？我说你怎么，你是没长脑子呀？你还是脑子里长了霉啊？啊？我作品在那儿放着呢，我要什么证明啊？我？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不是，我说这个人行，你们俩。哎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我干这么多年，谁管我要过证啊？大爷就是不想干而已。韩牧阳太帅了，总算替老娘出了一口恶气。哎，你是没长脑子，你脑子里长了霉啊！我对
帅啊！这也叫帅啊？帅，精神小伙。看我的，看我的。我一再的坚持，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。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，又不停的迷惘。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悲哀，走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